2007年，上海一场国际奢侈品博览会上，外形乖巧的宠物犬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。千里之外的陕西省陆家湾村，一个民间歌舞团正在帐篷里进行着他们的表演。在首都北京，这位衣着考究的中年女子走出劳斯莱斯座驾，踏上脚下的红毯。而在重庆的码头前，刚刚下船的农妇挑着新鲜摘下的蔬菜，准备拿去市场上售卖。记录下这些瞬间的是来自美国的弗里茨·霍夫曼，一位曾在中国生活了13年的摄影师。他和中国的故事要从1994年的上海说起。那一年，霍夫曼第一次来到中国。当时的上海，浦东开发刚刚起步，黄浦江两岸，一边是老城区留下的街巷与生活，另一边是即将崛起的新城市。出生于美国的他，曾经遗憾自己没有经历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年代，而眼前的上海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变化之中，这让他看到了一个记录历史的机会。1995年，霍夫曼卖掉了所有家当，背起相机包，正式移居中国。他还记得那一天是8月8日，在中国文化中，8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。初到上海的霍夫曼整天骑着自行车，背着照相机在浦东新区转悠，虽然常在拍照时遭遇阻拦，但在很多年后接受采访时，他仍然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阳光灿烂的日子。为了真正融入这片土地，霍夫曼在上海大学申报了语言课程，每天5小时，每周5天，学习汉语的过程很辛苦，甚至连梦里的对话都是普通话。但后来他觉得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学会了中文的他，可以一边拍照一边与陌生人交谈，他的工作和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。1997年的春天，给霍夫曼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申请的记者证获批了，上面赫然印着他的中文名和父节。这让他成为1949年以来首批获准在北京以外长期居住的外国摄影记者。一张外国面孔在街头拍照，有时依然会被警察盘问，霍夫曼就会立即掏出自己的记者证。不过这张证件当时大多数警察并不认识，也从没见过。霍夫曼不得不解释这是中国的官方证件，再补上一句：中国现在已经开放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很多次他不得不求助于上海外事办公室才得以脱身。那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正在拔地而起的建筑，霍夫曼的爱好就是爬上那些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。他一般都是先去敲开大门，说服里面的人让他进去拍照。那一次在金茂大厦，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告诉工地的主管，他正在为美国的商业周刊做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报道。主管立即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证件和一个安全帽交给他，只叮嘱了一句：自己小心点。霍夫曼简直不敢相信一切竟然这么简单，兴奋的他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，就爬上了金茂大厦顶楼那直插云霄的钢柱。第二天，他又来到这里，再次爬到了顶端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霍夫曼记不清来了多少次，最终这些照片也登上了许多海外杂志的封面。虽然居住在上海，但霍夫曼的足迹已经遍布了整个中国。当他从上海来到重庆时，江边这位男子正等待登上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轮船。那个年代，许多年轻人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家乡，前往上海、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。在重庆老城区，霍夫曼见到了那些生活在半山坡上的居民。他们居住在传统的木质房屋里，每天需要沿着狭窄的石阶上下山，买菜、工作、送孩子上学。而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，新的城市已经悄然生长。对霍夫曼而言，重庆最迷人的正是这种旧与新并存的城市气息。彼时三峡沿岸也是一片繁忙，一边是背井离乡的移民，一边是如火如荼的工地。古老的码头阶梯上往来着为生计奔波的人们。霍夫曼想起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妇人，扛着2筐堆得满满的红薯，
汗流浃背，看起来十分虚弱。他于心不忍，便主动提出帮他背下山，可刚弯下腰，把竹竿放在自己肩上，顿时就感觉像是千钧重担压了下来。他忍不住再次端详起那位老妇人，才发现在阳光下，老人浑身都是结实的线条。霍夫曼多次说，重庆一直是他最喜欢拍摄的中国城市之一。即使没有工作，他也常常一个人来到这里。这里的人热情直爽，食物麻辣鲜香，每一次来，他都会觉得不虚此行。沿江而下，宜宾一位年轻的老板正指挥着工人搬运着货物，腰间别着新款的翻盖手机。那个时代，很多人相信努力可以改变生活，也相信明天会有更好的前程。那时的广东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寻梦人，春运的场面也让霍夫曼印象深刻。2007年，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，两兄弟蜷缩在行李袋里，准备过夜。回贵州老家的火车还有6天才出发，他们准备每晚都睡在这里。众多年轻人的到来，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可靠的基础。深圳布吉生产圣诞树的工厂里，密密麻麻的工人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每年有160万棵圣诞树从这里出口，主要销往美国沃尔玛超市。销往美国的商品还有很多。在浙江一个村庄里，这里的村民正在为某著名美国品牌生产着服装和床上用品，一款售价300美元的床罩，这些生产者能拿到的不到3美元。在中原腹地河南塔沟的武校里，一群孩子奋力地挥舞着拳脚，想为自己打出一个未来。因为少林寺的名声远播，武术成了这片土地上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为自己选择的方向。彼时，少林寺的方丈还是施永信。而在邻省安徽一个烹饪学校里，学员们站在灶台前，用手中的炒锅对抗着熊熊炉火，一如那个火热的中国。千禧年之后，霍夫曼在筹备一组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故事，可想要进入大门紧闭的通化钢铁拍摄绝非易事。不过，在饭局上陪某位重要人物喝得烂醉如泥之后，他终于获得了允许。在一辆奥迪车的尾随下，他走进工厂，亲眼目睹了这座工业之城的威严。霍夫曼眼里，东北有着别样的魅力。曾经的中国重工业长子，历史和人文同样深厚。如今，他也站在了十字路口。沈阳的夜晚，他遇见了这对在街头叫卖毛绒玩具的下岗夫妻。大国的转身从来都不容易。无论是漫天飘雪的北国，还是小桥流水的江南，也无论是灯红酒绿的高楼大厦，还是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，霍夫曼都用他的相机记录了他看见的中国。2008年，霍夫曼和妻子迁往墨西哥，离开了他生活13年的上海。不过，他依然常常回到这里，记录这里。2016年，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，他坦言，关于中国，我拍摄了大约15万张彩色照片，这些照片是从1994年至今在中国拍摄的。我觉得我的中国摄影作品应该留在中国，在这里他们才能得到最大的欣赏，并在未来得到最大的利用。离开中国前1年的国庆节，霍夫曼来到故宫前，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，他随机找到一些路人，在红墙的掩映下给每人拍下一张肖像。13年之后，又是一个国庆节，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展示了这些照片，并写下：那天我采访了80多位普通人，没有一个人拒绝我的请求。我衷心感谢中国人民，他们允许我走进他们的生活，让我有机会为他们拍照。谢谢你们，祝你们一切安好。